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然若风。今天的视频教程，我们来钩这款超漂亮的蕾丝花纹上衣。用到的东西就是毛线还有钩针。我用的这个是 Weight 3 yard， 大概相当于6股8股。然后我用的是棉的线，你选毛线的时候不要选韩羊毛的，不然夏天穿太热了。钩针我用的这支是5毫米的，然后是缝毛线的针。另外，新手建议准备2个别针，用来标记每行第一针。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件衣服的结构，它非常简单，就是2个这样的梯形。我们要钩2个这样梯形，然后把它们从肩膀、袖口下缘还有侧缝线给它缝起来。那我们要钩的时候呢，是从这个下摆开始往上钩。那现在先来起头，起头的方法是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压住前面这节毛线，压在下面的部分给它拉过来，拉过来以后从下面穿回来。把穿回来这部分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拉紧，头就起好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钩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，就是衣服下摆的宽度，它需要满足的针数呢是6的倍数加3。辫子针钩法呢是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一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2个辫子针。钩针勾住毛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环，这就是3个辫子针。那你可以钩任意的针数，只要它满足6的倍数加3就可以。我打算钩69个辫子针，等我把这行辫子针钩完，我再回来。我的69个辫子针钩完，你不需要跟我针数一样，只要满足6的倍数加3就可以。那这些辫子针呢，它是我们的基础行，它不算第一行。现在我们来钩第一行。那我们看钩针上这个环圆的不算一针。钩针下来这2条线组成像 V 字一样的形状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然后接下来这个 V 字是我们的第2针。我们要跳过前3个 V 字，在第4个 V 字，也就是第4针上钩长针。长针的钩法是钩针绕线。我们从第4针这个 V 字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。钩针上有3个环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这就是一个长针。那我们之前跳过的3个辫子针，我们把它还看成一个长针，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第一行已经钩了2个长针了。那新手呢，我建议我们把第一行的第一针标记出来，就拿别针，我们看刚钩的这个长针不是我们第一针哦，再往前的一个 V 字，也就是第3个辫子针我们跳过的，它是我们第一针。那我们用钩针把它标记出来。接下来这一行要做的呢，就是我们每针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。到下一针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下一针还是一样绕线，钩针从 V 字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再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钩一个长针，把第一行钩完。第一行钩完，现在我们来钩第2行。开头先钩4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4个辫子针呢，我们看成一个长针加1个辫子针。那前一行的第一针呢，我们就算是已经钩过了。我们跳过第2针，在第3针的位置给它钩一个长针。长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。我们跳过第2针，在第3针的位置。钩针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我们看，这是我们刚钩的长针，然后它往前的这个 V 字呢，我们看成一个辫子针，再往前的一个 V 字，我们看成我们的前3个 V 字组成一个长针。那我们要标记这行第一针呢，是标记这一针，就是从钩针往下的1、2、3，第3个 V 字，我们把它标记出来，这是我们第2行的第一针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已经钩了1个长针、1个辫子针加1个长针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钩1个辫子针，跳过1针，在下一针的位置再钩1个长针，钩针绕线，跳过接下来这针，在下一针的位置 ，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钩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。那这一行我们要重复的就是这个1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1针，在下一针的位置钩长针，那钩针绕线。到这一针，
，V 字两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一个辫子针跳过一针，一个长针，把我们的第2行勾完。最后一个辫子针勾完，那最后一针就是我们标记过这一针，把标记取掉，在最后这一针上正常的勾一个长针，还是 V 字两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。那我们第2行就勾完了。第3行开头呢，先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然后在接下来这个辫子针形成的这个洞里给它勾一个长针。那还是钩针绕线，钩针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2个环。那因为我们开头3个辫子针看成一个长针，所以我们要标记第一针的话是标记这个刚勾完的长针的前一针，就是钩针往下的第2个 V 字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其实就跟前一行基本一样了，勾一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长针，在下一针这个洞里头勾一个长针，一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这个长针，然后在下一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勾一个长针。那我们就这样重复，一个辫子针，跳过接下来的长针，在下一个辫子针形成的洞里勾一个长针，就这样一直勾到还剩最后一针。第3行最后这个辫子针这个洞里的长针勾完，那还剩最后一针，我把标记取掉，直接在最后一针的位置再勾一个长针。这中间不需要加辫子针了，就是这个洞里长针勾完，直接最后一针上再勾一个长针。那第3行也勾完了，现在我们来勾第4行。第4行和第5行一样，都是每针一个中长针。那么开头先勾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勾的这个辫子针它不算一针，我们不要管它，我们直接来到下一针，就是前一行的第一针，勾中长针。中长针勾法是钩针绕线，然后从 V 字两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3个环，勾住线穿过全部3个环。新手还是建议我们把这一针用别针标记出来，我就不标记了。那接下来就是每针勾一个这样的中长针，钩针绕线，我们到下一针，钩针从 V 字两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3个环。然后下一针是这辫子针地方，你可以从辫子针的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也可以直接从这个洞里穿过去。那我都从这个洞里穿，因为这样省事儿一点儿。还是这样子勾中长针，那下一针还是一样，钩针绕线，从下一针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钩针上全部3个环。然后到辫子针的这个地方，钩针绕线，我从这个洞里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全部3个环。就这样，我们每针一个中长针，把这一行勾完。第4行勾完，那第5行跟第4行是一样的，都是中长针，开头还是一个辫子针，给它转过来。这辫子针呢，我们不算一针，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前一行的第一针，从这一针呢开始勾中长针。中长针会勾了吧？已经勾了一整行了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每针勾一个中长针，把我们的第5行也勾完。第5行中长针勾完，那接下来我们勾第6行。第6行开头先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3个辫子针我们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新手要标记第一针的话，标记我们刚勾完的第3个辫子针。那我们前一行的第一针就算是勾过了，已经勾了一个长针。我们要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1、2，再下一针，也就是从头开始数的话是这一行的第4针。在这一针上我们要先勾一个长针，那钩针绕线，从这一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前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接下来2个环，然后勾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同一针的位置，还是刚才这针的位置，我们再勾一个长针。那我们等于在这一针上勾出一个像三角形这样子的东西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跳过2针，
在下一针再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线跳过下来的1、2，在下一针位置钩一个长针。然后呢，这就是我们这一行要重复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跳过2针，再钩一个这样子的三角形，那就跳过接下来的1、2，在第3针的位置先钩一个长针，然后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在同样这一针的位置再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再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下针的位置钩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又重复，我们跳过接下来的2针，在下一针钩一个三角形，三角形就是1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，再一个长针，这都钩在同一针的位置，然后再跳过2针，钩一个长针。那这一行就这样，我们跳过2针，钩一个三角形，跳过2针，钩一个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第6行钩完，那现在来钩第7行，开头还是3个辫子针，这3个辫子针呢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要标记的话，我们还是标记第3个辫子针。现在把它转过来，转过来之后呢，我们跳过接下来的这个长针，还有第1个辫子针，在这3个辫子针中间这个辫子针上给它钩5个长针。那钩针绕线找到中间这个就是第2个辫子针，在这上头钩5个长针，这是1个，然后还是同一针的位置，钩针穿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2个，3个，4个，5个，那我就在这个地方呢勾出了一个小小的扇形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找到单独的这个长针，就是不要是组成三角形的长针，是这个2个三角之间单独的长针，在这个长针顶上钩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呢，其实就是重复这部分，在接下来的这3个辫子针中间这个辫子针，也就是第2个辫子针上钩一个扇形，然后在接下来2个三角中间的长针上钩一个长针。那我们先钩扇形，扇形就是在这个第2个辫子针上钩5个长针。5个长针组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扇形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在这2个前一行的2个三角中间的这个长针上钩一个长针。那现在又是重复，找到接下来的这3个辫子针中间的这个辫子针，也就是第2个辫子针，在这个上头钩5个长针。然后在前一行这个单独的长针底上钩一个长针，那就这样，我们一个扇形一个长针把这一行钩完。第7行钩完，最后一针就是钩在我们前一行的第1针，也就是3个辫子针里的第3个辫子针。那接下来我们钩第8行，第8行跟前一行也就是第6行很像，也是钩 V 字。开头我们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，这3个辫子针还是看成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5个扇形的中间这个扇形，也就是第3个长针上给它钩 V 字。那钩针绕线，从第3针 V 字2条线下边过去，把线钩回来，钩一个长针，然后3个辫子针，然后同一针的位置再钩一个长针。
看这个钩的一个 V 字跟我们第6行是一样的。接下来呢，找到这2个扇形中间这个长针，在这个长针顶上钩一个长针。那这一行我们要重复的就是这样子，在扇形中间的这个长针，也就是第3个长针底上钩一个 V 字。V 字呢，它是一个长针，3个辫子针再加一个长针组成的。那这个 V 字钩完，在接下来的一个长针，单独这个长针底上钩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又是重复，在下一个扇形的中间这个长针，也就是第3个长针上钩一个 V 字，然后在下一个长针底上钩一个长针。那就这样，一个 V 字一个长针，一个 V 字一个长针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那最后一针也是钩在前一行的第1针，就是3个辫子针的最后一个辫子针上。那现在呢，来钩第9行。第9行呢，就跟我们之前的第7行是完全一样的。开头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回来。这3个辫子针还是看成一个长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这个 V 字中间这一个辫子针，就是第2个辫子针上给它钩扇形。扇形就是5个长针钩在一起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，然后呢，就是在接下来这个单独的长针底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在接下来这个 V 字中间的这一针，也就是第2个辫子针上钩一个扇形，也就是5个长针，然后再在接下来的单独的长针上钩一个长针。然后接下来就是重复了，一个扇形一个长针，一个扇形一个长针，把这一行钩完。第9行钩完，现在我们来钩第10行。开头先钩一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刚钩的这个辫子针不算一针，我们不要管它，直接来到下针，也就是前一行的第1针。我们在这一针的位置给它钩一个中长针，那中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勾住线，穿过钩针上的全部3个环。接下来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在接下来这个扇形中间这针，也就是第3个长针的地方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把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。钩针有2个环，勾住线穿过2个环，这是一个短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找到接下来这个单独的长针，在这个底上钩一个中长针。那中长针还是钩针绕线，从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3个环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一个中长针。接下来我们钩2个辫子针。然后还是在这个扇形的中间这针钩短针，那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，然后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然后又是在这个长针底上钩中长针。那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一行要重复的花样。我们钩2个辫子针，在这个扇形中间这针底上钩一个短针，短针是钩针穿过去，把线勾回来，然后再勾住线穿过钩针上的2个环。然后再钩2个辫子针，在接下来这个单独的长针底上钩一个中长针。那就这样，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第10行钩完，那我们现在来钩第11行。第11行非常简单，它全都是长针。开头我们先钩3个辫子针，然后把它转过来。这3个辫子针呢，我们还是看成一个长针，就相当于第1针已经钩过了。
我们就从第2针开始，每针再钩一个长针。那像这变针的地方呢，你可以钩在 V 字2条线下边，也可以我们直接钩在这个洞里头。那这个变针上等于钩了一个长针，那下一个辫子针呢，我也是在这个洞里钩一个长针。然后接下来这个短针上我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是2个辫子针，那我就在这2个辫针的洞里钩2个长针。然后在接下来这个长针的底儿上钩一个长针，然后接下来这2个辫子针的地方我钩2个长针，然后一个短针的地方钩一个长针，反正就是等于每针都要给它对应的钩一个长针，就这样我们把这一行钩完。第11行钩完，我们看这一行呢全部都是长针，那它跟我们钩完第1行的状态就完全一样，第1行也是全部都是长针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从第2行开始重复了，就是我们的第12行钩跟第2行一模一样，13行重复我们的第3行，14行重复我们第4行，以此类推。那如果你不记得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个视频倒在前头，从第2行再开始跟着往下钩。那这部分我们要钩的呢，就是从这个衣服下摆到袖口下缘的这样一个长方形。那这个呢，你可以钩任意的长度，你可以一直让它长到脚踝当连衣裙穿，也可以给它钩一个露脐的短款。那这部分钩完，我再回来讲我们袖子部分怎么钩。袖子以下的部分我钩完了，那接下来呢就要钩这2边的袖子了。这地方呢，其实就是从我们这个长方形两头给它钩辫子针，这个辫子针呢就是你袖子的长度。那我现在停在的这一行呢是第4行的重复，就是第4行和第5行不是都是中长针吗？其实你可以停在任何一行啊。如果我觉得2行都是中长针的话，这样我给你们讲解的时候看起来比较清楚。那我第4行的重复的最后一针钩完，接下来呢我要钩辫子针。这个辫子针呢是袖子的长度，它需要满足的针数是6的倍数。我准备钩24针，你可以钩任意的针数，只要它是6的倍数就可以。这边的辫子针钩完，那我现在要把钩针取下来，我把这边的线头拉长一点，以免从这面脱开。然后呢，我另外拿一卷线，另外拿一个线，再用它来起个头。起头的方法还是跟开头一样，右手握住线头，左手3根手指，右手把毛线从手指后面绕过来，把压在下面的这节毛线拉过来，然后从下面穿回来，穿回来部分抽出来，钩针穿过来，拉紧头就起好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要找到最这面的，方便看一下，我把它转过来吧。这边开头的第1针，那我们要钩一个引拔针。引拔针的钩法是钩针从这面 V 字2条线下边穿过去，然后把毛线勾回来，勾回来同时穿过钩针上之前的这个环儿，这就是一个引拔针。然后这边也要同样的钩辫子针，那就是你另外这一头钩了多少，这头也钩多少针，那我还是24针。那这面这个辫子针钩到你需要的针数呢，就可以把线头剪断了，然后呢用钩针勾住剪断的线头，穿过钩针上的这个环儿。这边的辫子针钩完，那我们再回到之前的这一头来，把钩针重新给它穿到这一头来。然后呢，接下来呢就是继续重复我们之前的花样了。我不是停在第4行吗？那接下来我就要钩第5行了。不管你之前停在哪一行，那你接下来就正常的钩下一行。那我要钩的第5行呢，就跟之前一样，开头一个辫子针，然后刚钩的辫子针不要管它，回到前一行的第1针，从这辫子针开始钩中长针。那我还是钩针绕线，刚钩辫子针不管，在前一针开始钩中长针，这样子每针一个中长针给它往回钩。辫子针上中长针钩完，那我把这个转过来，然后接下来呢，下一针就是之前我们钩过的这部分了。那我就正常的从它底儿上 V 字2条线下面，就像我们之前钩的完全一样，
这样子给它勾，接着往下勾这一行。那就这样往下勾，一直勾到我们达到另一边的辫子针的地方，我再回来。主体上的最后一针勾完，那我们这边到辫子针了，那就正常的我们接着往这个辫子针上勾我们的，继续我们这一行的花样。因为我这一行全是中长针，那我就在接下来的辫子针上，每个辫子针上勾一个中长针，给它勾到头。然后这样子这一行勾完，那接下来呢就跟我们之前做的一样了，就是继续重复我们的花样。只不过之前我们重复的呢只是这么一截儿，现在我们要从袖子这一头一直重复到这一头。这部分要勾的呢，就是我们从袖口下缘一直到肩膀的这一部分。这个多少行呢，取决于你希望你的袖子有多宽。那这部分勾完，我再回来。袖子到肩膀这部分勾完，那我们这一片梯形就算是勾完了，我们就可以把这面的线头剪断了。那剪断的时候呢，可以把这个线头留长一点，用来之后我们把两边的肩膀缝在一起。剪断之后，用钩针勾出毛线，穿过钩针上这个环，那这一片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首先要勾一模一样的另外一片这个梯形。那两片勾完，我再来说怎么把它们缝在一起。两个一模一样的梯形勾完，我把它们这样子对齐叠在一起，然后在我需要的领口的地方，用不同颜色的毛线给它标记了一下，然后试穿了一下，看这个领口大小，我觉得满意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可以把领口之外的这部分给它缝起来了。那缝呢，就用这种缝毛线的针，从这个线头穿过去。那我们先找到这一边的第一针，从第一针穿过去，然后也找到对面的第一针，那同样从对面的第一针穿过去。然后到第二针呢，我的习惯是钩针从这一边两条线下边过去，这是第二针，两条线边过去，对面我从一条线过去，你都从两条线下边过去也可以的，这个没有一定的方法，只要来回穿能给它们缝在一起就行。那下一针，这面第三针和对面的第三针，就这样我们一直缝到我们标记的这一针。缝到标记的这一针，那我把标记取掉，然后呢，在最后这针我又是两边都穿过两条线，然后给它来回多缝几次，防止它从这个地方松脱。然后多余的线头呢，就可以藏在我们之前勾过的这些毛线里头了。长出来的部分就可以给它剪断。那我们这边就缝好了，用同样的方法把另一边的肩膀，然后袖子下缘还有衣服侧面给它们缝起来。那这一项衣服侧面它不是一个一个的 V 字，反正没有关系，只要我们把两边对齐，然后拿线给它把两边来回绕，让它们缝在一起就可以。那只要把这些部分缝完，我们今天这件上衣就完成了。